有。在老家的最后一天，3年没回家，一回家时间过得好快。往好处讲就是快要看到 expert 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就是慢慢的收行李，就很简单的记录一下今天的日常吧。眉毛看起来变成蜡笔小新，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啊！说是眉毛很有戏，那就开始今天影片吧。Go。基本上呢，因为我身为一个算是资深航空公司会员，所以我每次的行李空间都非常足够，就导致了我没有什么收纳行李的天分。而且这次也是带了一堆衣服都没有穿到。我在想什么？通常这些衬衫我就是会这样直接对折，然后就这样子带回去。反正回家之后也是要洗的嘛，对不对？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每次回台湾的纪念品。然后带回去的是《名侦探柯南》，通常每次都会带一点漫画回去，纯粹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就是把漫画拿在手上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柯南真的是很适合拿来当睡前读物因为字真的好多你睡觉前看一看就睡着了。而且到了这个年纪，会觉得那些小兰跟荷叶他们对话内容就是好做作、好刻意，看得好烦就会睡着。Very good， 纯粹是觉得第一版很酷，所以就买到100集。还有新蜡笔小新，虽然我们非常缅怀臼井仪人先生，但是我不得不说他的工作室最后推出的这一款我还蛮喜欢的。看蜡笔小新真的有跟他一起成长的感觉。从蜡笔小新第1集出来，那时候我也是小屁孩，一直到现在长大了去看，你真的感受到蜡笔小新的笑点真的是一直在慢慢的成长。然后再来就是我是伊藤润二迷，然后看到全新的这一本，就一定要买啊！买回来我已经看完了，尴尬我不要拍垮，没有要推。自己在星光山买了一个，就算是送给自己的40岁生日礼物好啦。这个东西在台湾买应该会更贵吧？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北卡找不到 Burberry 的贵。接下来华而不实的产品是我在永康街买了一套台湾啤酒杯，无论是请客还是台湾人自己喝，真的是很屌美国人真的很难想象，我们怎么可以拿这么小的杯子喝啤酒？这个 size 的啤酒杯，真的全世界只有台湾找得到然后还有各县市纪念款，所以我就每个县市就各买了一个。这次我回来，我发现我冬天衣服带太多了，但是这几天台湾真的热爆，所以在 Uniqlo 做了非常多消费。Uniqlo 真的不错Uniqlo 卖的裤子好长所有从美国回台湾的人都要带一盒嘉德，因为我行李箱很大，所以带2盒。然后也要谢谢好朋友又送了一盒梨记，这是我等一下要装满的行李箱。还没有开始收，不是很擅长收行李。基本上收行李是很快的事情，我只是一直潜意识的拖拖拉拉。对，我妈画的画是不是蛮屌的？这是家父，这是外甥女。而且明明是台北，但是油画里面画的像是一个淹水的欧洲城市。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从小陪我长大的好朋友汉森小百科，以及汉森小小百科，以及中国童话。我觉得一直在我20-30年来的人生这一整套，我就是一直重复，一直看。要跟他说再见的。汉森小百科真的很赞这一格已经满了。忠孝东路4段日常，这是在台湾的最后一顿午餐，所以非常感谢姐夫翘班的翘班，请假的请假，一起陪我来吃饭。我们现在要去吃鼎王，而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吃爆鸭血，因为鸭血是一个在美国看不到的东西。我们要加锅底的时候也是扫 QR code 就好了吗？我们会来巡啊。好，谢谢。没有。鸭血通通是我的。哦耶！
其实拍这个没什么意义，相信大家都对海底捞，相信大家都对鼎王非常熟，所以今天我真的是来吃鸭血吃到爽的，并没有打算要介绍任何的食材。回美国前的采购，来到了全联，毕竟现在也开了不少亚洲超市，也不是说很多东西一定要在台湾买不可的。我想要买这个回美国，但是应该说说而已，买回去就会变得很难喝。唉，人生真辛苦啊！从小到大的味道，这个还不买爆。是的，这个也要带回美国，买2送1，好棒哦！港式跟川式都买。好想带这个回美国，当然大家知道入境美国是不可以带牛肉的哟。唉。因为忘了带购物袋，所以我把人家整个篮子拿回来了。对啊，他怎么没叫我买一个购物袋？我可能只是纯粹的想要来拍一个把全联的篮子带回家的画面而已。我买了快1800哎！你买了1800？对啊，仁爱路，晚上6点。因为今天中午吃太饱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决定要走路到市政府去吃饭。吃饱了，吃完了，外面这么多人排队，觉得很 lucky， 还好有早一点来。但是也是因为早一点来，所以导致午餐还没有消化就来吃晚餐了。送啊！陶朱演员在那里。它每一层都有 shift 的一个角度，有没有？所以你要看起来整个建筑好像是在旋转这样。A13真好漂亮哦！如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北卡人的话，他来到台北，你就会觉得这真的是国际大都市呢。A13好漂亮哦！天哪，台湾很好玩，但是我要走了。天哪！这么多年，从大学到现在，1011真的是越来越花俏了。以上就是待在台湾休假的最后一天，基本上除了吃饭跟买名产，就是吃饭跟买名产。现在我要带着些许的惆怅的心情，以及大家满满的祝福。好，谢谢啊。对，陈爸爸真会说话，不然我刚刚心中讲的都不是什么好话。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影片。那么呢，台湾的度假之旅就这样结束了，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呢，非常感谢的订阅、留言、分享。小丹与专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